产业动态、业界新知都在展昭 On Air。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展昭 On Air。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 Intelligent Asia 的系列直播。那今年呢，全台也可以说是全亚洲最大的工业盛典 Intelligent Asia 亚洲工业4.0及智慧制造系列展，将在8月19号到22号在南港展览馆1、2馆双馆盛大展出。那今年呢，我们的主题有8大主题，包含了自动化机器人、物流冷链、模具、3D 列印、流体传动，还有数位机械要素。那连续4天的大展，非常欢迎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南港展览馆来参观。那要参观的话呢，请记得先展前预登，到我们的官网去做预先登录就好了，现场就可以快速的入场。那我们从8月开始 Intelligent Asia 的系列直播呢，时间也有做一点点的调整，我们增加了一个12点半，也就是现在的午餐时段。我们邀请到不同的厂商来到现场跟大家共度美好的午餐时光，跟大家聊聊一些产业的动态跟一些业界的新知。那下午3点呢还有一场，所以呢请大家可以锁定。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现场的，虽然是 Intelligent Asia 就是工业4.0展，但我们邀请到的今天这家厂商，他们获得了刚刚得到德国红点设计大奖，而且是得到了顶级奖 Best of the Best， 这是所罗门公司。我们邀请到视觉事业部的李家运产品经理 Michael 来到现场，热烈掌声欢迎 Michael。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Hello Michael， 那今天现在很开心邀请到所罗门。那我想大家对所罗门比较认识的会是自动化机器人设备。那机器视觉在台湾算是比较新兴的领域，所以 Michael 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所罗门的视觉事业部到底就是主要在做哪些服务呢？是没错，其实早期大家对于所罗门认知大概是以电子产业为主，那我们公司大概在1996年上市这样子，但是大概到2009年开始呢，我们代理了很多的像是一些 Cobra 像 UR 的机械手臂、切磋型机器人啊，或者是 MIR 的无轨式的自走车这一块。那这样的经验，大概数十年的经验之下，我们慢慢觉得说，其实机器人它如果没有眼睛跟没有大脑做思考，常有时候这个东西，这个障碍物你放在这边，可是机器手臂不晓得，可能就有一些撞击啊，或者是造成一些产线停摆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大概在10年前开始投入做一些机器视觉的一些开发这部分。所以视觉事业部主要是在给机器人眼睛跟大脑。没有错，没有错。那你们视觉的产品有哪些呢？是我们的产品呢，最主要呢还是以4大产品为主。对，那其实早期呢，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机器视觉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在针对国际市场做行销这一块，所以其实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我们其实在去年有得到一个这个 Vision System Design Award 金牌奖。对，那这一块其实比红点要再更困难一点，是因为这个是纯粹是视觉厂商的竞争，所以我们是打败了很多可能是MIT 啊或 Stanford 出来的那种新创团队，然后拿到这样的一个金牌奖。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在国际上大概已经有100-200件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实际上都在做一些生产的制造或者是做一些物流这样的一个部分。对。然后我们的产品呢，大概可以分刚刚提到的第一项叫做 AQ Pick，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针对做一些 Random Bin Picking， 那主要就是做一些物流里面的可能拣货啊、取料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对，那第二个产品是叫做 Solomon VGR。那 VGR 可能很多观众不晓得这个名词，那我们这边其实叫做 Vision Guided Robot， 也就是说视觉导引机器人，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说，机器人它其实不晓得这个产品的状态，那我们用视觉去导引它。那Pig 比较偏向是点对点的动作，对。那 VGR 它其实是一连串的一系列的动作串在一起，我们叫做Solomon VGR，对，导引的部分，对，就是有点像导引，就是直接去导引这个机器手这样的一个动作。对，那 Solomon Vision 呢，主要是我们整个 AI engine， 就是我们的 AI 的视觉的核心。那它可以搭配2D 或3D 的相机去做一些可能钣金烤漆的瑕疵啊，或者是一些毛边啊的一些这种，就是属于人类比较容易能够去判断它外观上有问题的这种瑕疵，就很适合用我们 Solomon Vision 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做检测。对，那等一下会带更多的部分。对，那第4个产品就是 Solomon 3D Scanner， 那它的本人就在这边，这一台对不对？带来。那其实我们公司主要是视觉的部门，但是产品的部分我们重点是在 AI Engine 的这一块这个核心。对，那当然如果需要硬体的部分，我们可以搭配我们公司自己设计的
双目型的结构光来做使用，这样子。所以 3D scanner 比较就是刚刚提到机器人的眼睛，对，然后 AI 的部分是大脑，可以是这样说嘛？没错。那我们刚刚开头提到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德国红点设计大奖的公司，对，虽然你刚好提到说另一个奖更厉害了，对，但是我想红点设计是非常多人知道，就各行各业都知道的奖，对，那但是。一般我们听到说拿到红点设计大奖，可能想到的比较是一些视觉设计类的产品，对。但今天所罗门你们是自动化机器人设备，所以很好奇耶。提到机器视觉，你们得奖是得什么项目？然后是什么产品得了奖呢？好，那我这边就让各位观众来首次的呈现说我们这一次在。红点大奖的一个影片，那在影片上各位可以看到说，基本上我们希望让整个我们的产品，包含说结合了 AI 的视觉，然后包含说机械手臂的操作等等，让整个界面能够非常的流畅，然后使用者能够很直观的去看到说，我机器现在的生产的状态，包含说 AI 学习。那像这一块，我们可以很快速的针对一些人员做分级。如果你是现场操作人员，还是你是有 training 过的工程师，都可以做不同的设定。那当然，如果你在选择上，你可以选我们有一些 template， 就是一些范本。可是你要做一些 pick and place 啊，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可能在病里面取料啊、辨识啊等等，那你就利用这种很直观的拖拉的方式，这样就可以直接写完整个程式的一个流程，你就不需要去记说我的 coding 的程式语言对这一块。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客户目前在使用上其实是非常上手。对，那像这一块就是我们可以控制视觉的部分，对，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很快的看到说我们在实际生产的一个状态，像。基本上就是我们在一个视野里面看到物品的一个状态，对，那他就去分辨说，这物品的正面啊、反面啊，或者它的角度等等，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告诉机械手臂，它就直接可以去做夹取，对，所以是像 cycle time 啊，或者是成功率这边都会很清楚的显示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就是利用这种很直观的设计跟整个理念，然后才可以获得这次的。红点大奖这样，所以它其实是不只是把这些 data 可视化，还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就可以理解，这些 data 在说什么。没错，没错，是。那其实上半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每一集的直播都会聊到 COVID-19， 今年我们全球的不速之客。那很多工厂产线其实都没有办法运作，那也大家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发现，自动化其实好重要哦，因为它可以帮助不管是加速流程啊，然后让这个产业自动化的转型的需求其实也突然提升了，所以这部分对所罗门有没有什么影响？确实，我们这部分其实我们的公司体会蛮深的，因为其实我们最近接到蛮多自动化的需求，那我们就觉得大家观察到说，可能是在疫情下，可能有一些。不然说 work from home 这样，就是说在家工作的需求增加了，所以大家对于一些消费型产品啊，包含笔电等等的需求量会慢慢增加啊。对，然后所以其实这会带动了很多，不然说上半年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半导体厂。他们其实在对于这些晶圆晶片的供应都有一些需求，慢慢都会有一些自动化的需求出现，这样子是没有错。所以其实对你们的影响也算是正向的，可以对。其实我觉得偏正向，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刚刚提到说我们是把 AI 导入到机器设备里面，对，所以我们可以让很多自动化设备它有一些差异化的现象，也就是说今天你去呈现的 solution 可以跟其他厂商有更多的。自己的一个智慧的元素存在，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对我们也是一个蛮大的优势。对，因为你们的技术算走在前面，所以人们可能对这些工厂而言的是 good to have，以后的目标，但是疫情的影响反而让大家发现，那个东西好重要。对，没有错，没有错。那其实连着几场直播，我们也邀请很多不同的厂商。那真的很多产业，像刚刚聊到的，都理解到自动化的重要性，这个需求越来越强。那所以，Michael， 你开始我们也有聊到说，其实机器视觉是在赋予机器人感知能力嘛，对不对？给它眼睛跟大脑。对。那这里面所罗门的核心技术算是 AI 的检测软体，对不对？应该说我们是一个 AI 的platform， 就是我们说是一个 AI 的核心。那我们可以从画面上看一下我们整个一个架构。其实我们所罗门所扮演的就是一个 AI engine， 就是扮演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动作。那当然我们大脑除了是可以控制我们的相机去做拍照以外，我们也可以有一些逻辑的应用，就是我可以说，如果在这边看不到这个 A 物件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去抓哪边去抓 A 物件来放，或是我要跳浪，或者我要做
相对应的动作，说，哎，这物体已经旋转了，它改变了，我这边必须要相对应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那整个逻辑流程都能够用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软体很快速的去做编辑跟调整，就不用再去说啊，我今天如果这个物件从 A 放到 B， 我就要去。你知道找那个工程师，然后去做很多的 coding， 然后写那个机器手臂的语言这样子。对，那我们的软体比较大的特色是，也可以直接操控25家不同的品牌的一个手臂的部分。所以其实从思考到看到，然后甚至直接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动作，都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特色。所以和不同品牌的手臂其实都可以做串接，都不会有不能串接的问题。那这个所罗门的 AI 检测软体跟传统 AOI 的差异在哪里啊？是，好，这部分呢，可能我们要先解释一下，就是大家对于 AI， 就是可能对于这个概念都是停留在可能是人脸辨识啊，或者是 Google 叫那个 AI 去下棋等等。那我们这一块的辨识呢，最主要是我们的用的方法是类神经网络的训练。那其实方法很简单，就跟我们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就是说，假设我们让这个 AI engine 去学了很多，假如说猫跟狗跟不同的动物的照片，那经过很多次的训练之后，他就发现说，哦，这个东西就是猫。那我觉得这一块最大的特色，我们就是利用工业产品的部分来去做 AI 的 training。所以我们的如果看到我们的产品画面，就看到说，哎，这是你的 A 产品、B 产品，然后它会分辨说，哦，这个产品的几率是多高。对，旁边这个数字就是它的我们叫信心指数，就是说他认为 AI 认为这个是你教导它的这个物体的成功率是多少。那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成功率来去成功的辨别这样的一个物件。它的数字1是100%的意思，对，所以0.991就是99.1%。对，没有错。对，所以像这样的概念呢，我们就用一个图示来做说明，这样。那传统的 AOI， 也就是说传统的这种2D 光学的检测，它主要是做一些比较高精度的，可能是micron 这样的一个量测。当然你要量，像刚刚提到的是长宽高啊，或者是很做精准的实质定位这种。如果是 μ 级的这种，可能就是还是要用传统 AOI， 还是它的强项。那我们所罗门的 AI 视觉呢，主要是针对一些人。当我们人认得这个东西，假如说我们认得说，哎，这个是笔电，然后这个是相机，然后可能，哎，这个是滑鼠，这样。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能就是用 AI 去学这件事情。所以下次他在一个桌上，他看到有滑鼠、有笔电、有不同的产品，他就知道说，哦，当你下指令说，哎，这个 A 组到 B 组到 C， 它就可以自动的去看到它、捡它，然后把它放在你指定的位置上。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偏 AI 视觉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像传统的比较是它就是得要是固定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规格它才认得这个叫做笔电。对，但如果你的笔电大一点啊，对，它可能就判断不了。对，它的特征值跑掉了，就没办法做辨识。但是 AI 就是它永远都认得它这个形体，它就是叫电脑这样。对，就是比较接近人类的思考的方式。那其实提到因为刚好看到那个图片上有个食物嘛，对不对？对，食物的检测，因为你放在右边，代表说是 AI 视觉可以判断，没错。但是在传统 AOI 它是比较不好检测，对不对？是。对，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其实我觉得刚刚这样说明，可能各位观众还是没有办法很理解什么叫人认得，什么叫做 AOI 认得。对。那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案例，就是我们蛮经典，就是麦克鸡块的部分。那我们知道说鸡块，各位如果在吃收到这个食品的时候，就说它的形状、大小、厚度都不一样，每一块都不一样。对，那所以这东西其实对传统 AI 来说，哇，这个我要怎么打光，然后每次打的角度、它的阴影的状态、大小、长宽，它们有一个特征值去标定它。所以传统 AI 就变成说，我不晓得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食品的分解。对，那我们其实用 AI 就会让它去学习说，哎，什么叫做鸡块上面有喷了一些黑色的油屑？什么叫做我喷了一些褐色的油屑？甚至说我炸的比较深。这种也不行。对，炸的深浅。更难的是像这种有时候它会粘在一起，对，两块粘在一起。那像这种状况，其实对于传统 AI 来说，你看它的形状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对，所以它很难去定义。所以以前的 AI 遇到这种，我们就说哦，这我们不能做。对，那其实这部分就非常适合用我们的 AI engine 来做。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都说叫鸡块瀑布，真的是瀑布。对，就炸出来会有很多的鸡块跑出来。那我们的视觉就要能够很快速的这样在这些鸡块当中直接去做标定，说这几块是有问题的，可能是有相连啊，可能是扎太深然后直接把它挑出来。对，那确保说送到各位手上的鸡块都是很完美的一个品质，这样子。所以传统的 AOI 可能就会判断这些全部都不是鸡块，这样。就是很难，几乎就是没办法判断。可能应该说传统工厂，尤其在食品业，他们还是做人力做分拣的居多。
或者做一些机构，假如说太大的它会过去，小的才会掉下来等等，就是要用一些机构去做设计。对，但是我们是可以直接用视觉跟机器人就解决这一块的部分。这真的很厉害。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获得了那个国际的大奖嘛，对。那其实国际的竞争对手这么多，所罗门是怎么打败其他的国际团队的呢？是好，那这部分我们就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叫做 AQPick， 刚刚提到的 AQPick 的产品。对，那个这个产品它本身主要是做一些 pick and place 的部分。那我们能够打败国际团队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的整个设计是非常的直观直觉，然后让客户在使用上非常的简易，那不然说在整个拍照啊、取向、辨认的成功度跟速度上，我们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奖项。所以像影片上看到，这是我们在Mercedes-Benz 里面的厂内，他在做那个。宾士的卡车里面的那个冷气的冷排的部分的组装，对，然后像这个也是在美国，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刹车壳的生产的厂商，对，那你可以看到它来料都是在每次的方向，对，因为它是 conveyor， 就是说上一站的产出就已经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就让它保持原本的状态，然后让机器人去辨认去加取，对，那像这部分是因为很小的零件，然后它又很反光。然后这一块其实，在所有的视觉厂商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说高反光的材料跟透明的材料，基本上是目前说 AI 视觉里最大的一个困难。对，那其实我们的团队一直有在精进，包含说针对反光件的演算法，还有透明物件演算法，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解决。对，因为其实很大部分的金属件都是反光的。对，没错。对。那像这一块就是我们可以做所谓的 eye in hand， 就是可以看到相机是挂在机器手臂上，所以你就可以很弹性，就是你取的时候你也照，放的时候你也可以照，它就可以精准的对到那个位置。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今天这个酒瓮这边的位置在哪边，或者是说这边还缺一个，我就摆到缺料的这个地方。对，就可能上面一个人堆完，或者有人把酒瓮拿走了。那我接下来我一看，就这边还少2个，我就再取2个过来，就是比较接近我刚刚提到说，AI 会去思考说，我这边酒瓮少了2个然后再去把它捡过来，对，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对。然后这部分比较困难，是因为当地的厂商有说，就是一般我们要堆到比较高的，像我们是堆到第3层，所以他们堆的时候哇都会有点就是捏把冷汗，怕它倒下来。但是我们目前这样做 testing 都是还蛮 OK。真的，它很稳对，因为你只要位置有一点点的那个对，差一点点就不行。对这是刚刚提到透明，对不对？对，没有错。像以 Google 来说，他们有号称说大概是今年才有这样的能力去做一个透明物的辨识。对。那我们在去年自动化展期就有展出像这样一个自动化。然后是一个透明物的一个辨识。对啊，去年我记得就有看到了。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种生意的材料做很多，像是针筒啊，或者是雪带啊那种半透明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做。所以你们走在 Google 前面，对不对？不敢这么说啦，但是确实我们是有 solution 出来这样子。对。那像这个应用也蛮多，就像这个是在干嘛？对，像 IKEA 或是很多在零件在组装，这是发行的里面的需求，就是说他们在组装的时候，他们需要用。机器人去挑出这个 washer 跟不同的 size 的螺丝装到一包，那在组装上可以更快速、更方便这样子。因为它那个很小其实对啊，我们有时候光用手要挑都不好挑。对，没有错。那像这个是以夹拉链，大家看起来可能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其实这部分我们是打败蛮多世界的团队。那原因是在于说传统的方法都是用 CAD 去做辨识，就是说我要有一个3D 的 CAD 档。然后输入到这个影像里面，然后他再去视野里面去找跟他最像的那一个，他判断说它是拉链。对，但是我们完全是用 AI 去学习什么叫做拉链，什么叫做拉链的正面、反面，拉链头在哪边。所以客户要求是我们要拉链要正反面排列，头还要朝同一个方向。所以它这边分2堆是在对，这边是正面，这边是正面、反面，然后有拉链头的部分要放一起。真的把头都朝向这个方向，算是打败蛮多团队才拿到这个案子这样子。对，像这个应用，其实我们这次自动化展也会展出，就主要是针对一些铸造件、精密铸造件出来要做一些堆放料的部分。哇，它是把它套到那个里面。对。那最后他们出货可能就是一整串这样做出货的动作。它很
很精准，而且还蛮快的，就是。对对对，其实我们的视觉目前精准度应该可以到大概0.2、0.5左右这样的一个精准 millimeter 这样的一个精准度。所以像这种一般的插座，它的公差可能容许值大概就是在0.5左右这样的一个公差放，我们可以做到大概0.2左右这样的公差，就把它做插件的动作。所以传统都需要整齐排列的东西，现在就是直接从料箱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夹取，然后直接就做插件这样的一个动作，就不用再判断，对，传统无法判断它的位置啦，对，怎么摆？就是传统你要摆得很整齐，现在不用。对，那这也蛮有趣，这是施华洛世奇他们的一个包装礼品盒的分拣，我们必须要说，当它不同国家的需求要几个这个定制的这个盒子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做一个物流的分拣的动作。对，那他们的特色是，他希望我们不要做任何的事先学习。因为如果有去不要做事先，不要说对，因为如果有去买过他们的产品，知道他们的包装盒就是大大小小都有，对啊，各种形状。对，但我们要能够马上的去判断说这个东西的大小跟状态，然后直接去做夹取，再做分拣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变成是你在 AI 里面，其实是让它学习，就是判断这就叫盒子，管它什么形状。对，然后我要找出它的中心点，或者它的最适当的夹取点，甚至说在很多要拿得起来。对，而且困难是说在很多乱堆，你可能不是只能看最高点的状态，你可能是要看它是最完整又是最高，然后再去算它的方向去直接做夹取。这还蛮困难的哎，因为如果你夹的那个点不对的话，施力不对，其实就夹不起来。对，没错。那像这个应用其实就跟刚刚说不要训练是一样，就是说这是比较偏向那种便利商店物流业的一个情境，就是说什么东西来你根本就不晓得，不管是圆的方的，那只要我吸盘能够吸起来的东西，我都要能够做分拣的一个动作。对，所以这我们叫做 unknown picking， 就是都不用经过任何的学习，来什么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做夹取，这样不用事先告诉他是什么，他都可以夹得到，夹得好。对，没有错。哇，所以它真的跟人的大脑很像哎。对，就是看到什么就要能够马上做反应，这样子。哇，那其实刚刚介绍了，因为一开始有讲到说，你们有4大产品嘛，那3D scanner、3D scanner 这个它其实比较是support 每一个都可以用得到的硬体，对不对？然后我们刚刚有介绍到了 Vision， 然后这是还有 AcuPic，对，那好像还有一个还没介绍到，对不对？是 VGR。对，没错。那这部分呢，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所谓的 Solomon VGR。那其实 VGR 可能很多人还比较不知道这个名词，我们再有解释说 VGR 就是 Vision Guided Robot，所以最主要是要能够解决机器人上面是要做一连串路径。我们刚刚看到，你刚刚看所有影片都是点对点嘛，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如果是一连串动作，我们视觉能够做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其实会做这样的一个产品，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说，整个所谓的制造产业慢慢从所谓的 mass production 到 mass customization，所以你会看到说产品周期越来越短。那身为制造厂的人就会特别的紧张，因为每一个产品出来，从 CAD 开始分解分析，然后这边要折弯，这边可能要切割，这边要怎么做铸造，就是要做很多的分类的工作。那在这一块其实都是蛮需要设计的部分。那如果以机器手臂的应用来说，我们就是传统看到可能就是像这样流水线的一个生产 production line 嘛。但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最近有在买车，就发现说其实连国产车都是你要等。为什么要等？就是因为它接单生产嘛，它就不会批量生产，因为慢慢的制造业就是以混单生产为是最大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当你的料开始做混料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去做很多的定位跟 teaching 的动作。对，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你需要做这种线上 online teaching， 拿着教导盘去教手臂走不同点位的时候，事实上这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而且在教导当下它是没有任何生产对，完全没有办法生产。对，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东西看到我就直接知道它的状态，然后去做加工。对，所以才会有我们这一套我们叫做Solomon VGR 这样的一个产品。对，那这个产品其实也非常简单，它就是搭配我们的双模型的一个结构光。那当相机知道有看到这个物体的时候，知道它在哪一个位置的时候，像这个情境是用汽车引擎盖涂胶。对，那基本上你可以想象这个情境，就是说这个引擎盖进来就不用很精确的字句，就只要简单的做摆放，那我就可以让AI engine 直接去看到说，我的这个 A 产品来了，然后我就抠相对应的路径。那其实这个应用案例我们目前在可能 Toyota、Honda、Nissan 里面都有一些应用，就是说在不同的车款进来的时候，我要第一个先判断说，这是 A 车、B 车、C 车，然后load相应的路径给机器手臂，然后机器手臂就去执行这样涂胶的一个动作。那下一款再来的时候，我就不用再去换很多的模字具，而是直接就进来，
啊，我就拍直接放着就好了。对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我做完第一次，第二次当然不是同一颗，就下一个进来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些旋转。对。那旋转状态，我们就可以直接让视觉看到它，直接去做加工。对，那以前的话，下面的模字具要先换成 B 款的模字具，我们的手臂点位才会准嘛。对，那我们有这样的系统，就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对于客户来说，事实上是提升了非常多的一些效率。对，而且相关的设备也可以节省蛮多的。对，因为其实不用那么多的模字具。对，其实那模字具那种精密的起来一套，可能也是几百万起跳。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帮客户节省很大的成本。对，所以我们这一块主要都是 focus 在所谓的智慧制造。对，所以我们产品的主架构大概就是以这个产品是以智慧的视觉制造为主。对，那当然其实我们这里面有蛮多功能的啦。对，但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就大概先秀几个功能。那其实这次我们在展会上也会有很多的应用情境，大概有10几个应用情境。那也欢迎各位到台北自动化展的我们的摊位去做参观这样子。其实刚整个听起来，所以你们其实不只是智慧制造，我觉得蛮多东西在智慧物流的应用，其实也非常的有效率。对，其实各位可以想象说，今天如果你们用到机械手臂，然后你希望它更聪明，然后能够有 AI 的大脑，跟可以看得到这个物体的改变的状态，那其实都可以选用一下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个产品这样子。那我这边大概秀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些影片。对，那像这一块就是我们在做鞋业的涂胶。那鞋业我们知道，可能鞋子可能有男鞋、女鞋，左脚、右脚，20几号、40几到40几号，可能光一个鞋款，他们可能要准备的路径跟相关的模字具，可能超多种，数十套到近100套这样子。对，那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 AI 的软体，我们可以自动让 AI 学习什么叫做边缘，然后从边缘里面开始去做内缩或外扩。所以我们内缩做涂胶，外扩做切割或去毛刺都可以。对，那关于鞋子的涂胶这一块，我们也会在自动化展中展出。那也欢迎各位到现场，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这样的实际的演练。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以前你每一双鞋子都要做这样子提取的动作，就不用了，就是拍照完我就直接做加工这样子。哇，所以其实设备、人力跟时间上都可以让效率很大的提升，让整个产线更上一层楼。没错没错。好啊，那刚刚讲到说摊位上面你们不只是把产品带到现场了，还有很多的应用的展示，对不对？没有错。然后我知道所罗门今年还有做导览，对不对？对。所以在摊位上大家可以怎么去报名导览呢？基本上只要到我们摊位附近，应该就会有一个我们的 VGR 自走车，然后他就开始会为各位做导引，然后当然我们现场有一些工作人员会就是帮各位贵宾做导引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如何参加呢？怎么参加这个导览呢？基本上只要到我们摊位，应该就可以做。应该要事先到官网吧，对不对？OK。那当然，如果需要更好的服务，我们可以到我们官网做注册。对，所以呢，欢迎对刚刚就是所罗门的产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到所罗门的官网，对，去报名参加我们现场的导览。那到了展览现场呢，请问一下所罗门的摊位在哪里了？Michael 好像在 L， 在 4楼，在4楼，在 L818。其实我们在主走道了，所以基本上不用记摊位号码了。其实 L 走进去就会看到了，对不对？主走道应该会看得到我们。那其实我们这一次也有跟大概5家其他的厂商做搭配，所以有其他的厂商也会展出我们所罗门的视觉，在他们的自动化领域里面的应用。对，包含焊接啊、打磨啊、喷胶啊等等这些应用都会做展出。但是是在他们的摊位上，还是在你们的摊位里面？都有，就是我们摊位也有展，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展一些他们自己的结合我们的视觉的一些自动化的应用这样子。好，谢谢，今天非常开心哦，所罗门的 Michael 来到现场，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其实对所罗门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产品有兴趣的话，欢迎先到所罗门的官网。对，去报名导览。对，那现场所罗门他们的工作人员会为各位进行这个导览，让你们更了解就是所有的产品的应用。那所罗门的摊位呢，在我们一馆，对不对？对，没错。南港展览馆一馆，因为我们这次有2个馆，所以不要跑错了。一馆的4楼 L818摊位，然后基本上也不用记数字啊，走过去就好了，对不对？就是主走道上都在。对，然后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所罗门的摊位。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多介绍，但是很欢迎大家直接到摊位上去，就可以了解所有这些产品跟他们的应用。是。那我们今天的 Intelligent Asia 系列直播这个场次就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然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下午3点还有一场。下个礼拜2也还有，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展昭展览网以及展昭科技展2个频道，我们会在双频道播出。那 Intelligent Asia 亚洲工业4.0级智慧制造系列展8月19到22号在南港展览馆1、2馆双馆展出，那非常欢迎大家呢一定要到现场来，尤其一定要到 L 摊位 ，L 区818摊位，记得到4楼就可以，应该就会看到我们。好，一定要到1馆4楼，对 L 区，然后进去所罗门。但是那个之前啊，现在先做2件事，好吧？第一件事情就是上所罗门的官网去报名导览，第二件事情是上我们展昭科技展的官网去预登我们的展览参观。对，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 Michael，然后呢也谢谢现在在我们电脑前面看影片的所有朋友。我们8月19号展场1馆4楼 L818所罗门摊位见。对，好，拜拜，谢谢，拜拜。